这500是我的，你拿去吧。这5000是他的，你不能拿。你说这话就是对我这个行业最大的侮辱。我上抢天下抢地，中枪攻击，还有我不能拿的？死人的钱你能拿吗？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我叫老赵，稀里糊涂窝窝囊囊的活了大半辈子。我和我的兄弟老刘都是在外讨生活的命人，相互扶持着走过了不少日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我俩说好，不管谁先走一步，另一个人都得把对方带回家，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。这叫落叶归根，路途为岸。那天老刘就那么突然的走，喝多了酒，再也没醒过来。工地老板可怜他，给了5000块抚恤金。我想着要是把他火化了，再让家人认领，这钱就剩不下啥了，还咋给家里妻儿交代？于是我背着他踏上了万里归途。借着他身上的酒味儿，我逢人就说他喝醉了。临死我俩蒙混过关，坐上了长途大巴车。途中司机停车让大家方便，老刘靠在车窗里，正好望着女人那一方，因此被众人误以为在偷看，纷纷破口大骂。我赶紧上前解释：你看人上厕所干啥呀？你喝这些你看着啥了啊你？可还没消停一会儿，车又遇上了劫匪。富贵险中求，我想单边生。通知一下啊，现在开始打劫了啊！车上的人都被搜刮了一遍，轮到我时，我拿出了自己仅剩的500块钱，但老刘的5000块钱抚恤金我紧紧攥在手里，这是留给他一家老小的最后一笔钱。这500是我的，你拿去吧。这5000是他的，你不能拿。我上抢天下抢地，中枪攻击，还有我不能拿的？死人的钱你能拿吗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出来，也许是出于感动和敬佩，劫匪把抢来的钱财首饰全部留给了我，临走时还警告其他人不许往回拿。我看着眼前的财物，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但很快刚才默不作声的乘客们蜂拥而上，各自领回了自己的东西。其实我也没打算据为己有。接着车上有人开始抱怨起来：你们这拉个死人在车里，这让我们大家怎么做呀？就是谁知道有什么传染病，我也要退票退票。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，我没有过多争执，背起老刘下了车。可走了没多久，我已经疲力尽了，路上来来往往的车也不少，我盼着有人能再一程，奈何我怎么招手也没人停下来。后再来了辆拖拉机，我撒起谎说老刘心脏病犯了。好心人二话不说让我们上车了。来到县城后，我想下车，可好心人坚持将我们送到了医院。为了不露馅，我赶紧给了他50块钱，让他先去挂号。随后我悄悄背着老刘离开了。晚上我住进一家汽车旅馆，都是通铺，住的大多是拉货的司机。打听了一圈后，他们告诉我只有一个人去重建。这大哥看起来心情不好，无论我哀求也好，给钱也罢，他都不愿意了。我拿了半瓶白酒，悻悻地走过去想抛下近乎，没曾想他直接一口问了。我以为这事有着落了，可还是换来一句不了。晚上我熟睡的时候，钱还被偷了。第二天一早我着急上午，想让大家把钱还回来，可没人承认，还提出要报警解决。为了不让事情败露，我只好忍气吞声，自认倒霉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昨晚那位大哥愿意把我们捎上了。为什么怕警察呀？他死了。待我解释完后，大哥也没多说啥，接着开车了。一路上我看他闷闷不乐，便哼起了歌，想逗他开心，却不曾想这让他想起了前女友，又是呛我脖，又是嚎啕大哭。以后去哪儿我都不知道了，下半辈子怎么过我这也不知道了。老弟，你别哭了，你冷静点。哥问你，你爱他不啊？你爱你都开30万了，你再开30万把他找着啊！我的话好似点燃了他的希望，他决定再开30万公里去把爱人找回来。黄昏时分，我们在岔路口分别，他去寻找他的爱情，我背着老刘继续踏上归途。后来我们遇到一辆熄火的皮卡，我提出能帮忙推车，只求能捎上一段。
司机答应的很痛快，结果车一发动就扬长而去了。你他妈确定这冒烟啊你？我又累又饿，碰巧看到村子里有人办白事，我就把老刘伪装成稻草人，跑到披麻戴孝的队伍中去哭丧。混一口饭吃，哭着哭着，我开始真的痛哭流涕，说是为丧者，为自己生命哭，其实更多的是为我自己而哭。正当我狼吞虎咽时，棺材里的人却活生生出现在我面前，给我吓一跳。等给我解释一番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一场假葬礼。他默认无语，想趁活着时候感受一下热闹。我也把落叶归根的事儿跟他说了，他听完后很是感动，给了我防止尸体腐败的药丸，还送了一辆手推车。就这样，我拉着车继续上路了。没多久，路上遇到了赶着牛车的老农，与我并排走。老农边勾着黄牛让他快些走，而我边策着自己往前赶，说啥也不能输给牲口。但我实在太累了。就在我落入下风的时候，湖边来了个年轻人，帮忙推了一把，让我成功赢得了这场比赛。我俩坐下聊了一会儿，他想赶在28岁生日之前骑车抵达西藏。在这一刻，我深深被他的精神所感染，再次启程，我重燃了希望，张开双手大声呼喊。但毕竟年纪还是大了，下坡时速度太快，我没控制好，连人带车滚了下去，板车摔坏了，老刘也掉了出来。不过还有个摔得比我还惨的，有个人的拖拉机侧翻，于是我上前管他要了个轮胎，我把老刘塞进里面，再次出发。可推着上坡把我累够呛，下坡时候一个不留神，差点把他给整丢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再次背起他往前走。路上我发现了老刘藏在鞋底的430块私房钱，我琢磨着先借用下租个车送他回去，以后再如数奉还。于是我拿着他的钱去租了辆车，并打算吃顿饭填饱肚子再上路。不料人生地不熟，碰上了个黑店，老板漫天要价，问我600块钱。我跟他理论，我却叫来了一群人，没办法，我只能乖乖掏钱。可刚走没一会儿，对方又追了上来，说我后面给的200块钱是假的。我这才发现工地老板给的5000块钱全是假的。这一刻我感觉天塌了。刘全友啊，这个钱你只能带走了，这边花不了。不是我不往家背你，我没能耐了。给老刘挖好了坟墓，我躺进去试了试大小，当躺下那一刻突然不想起来了。比起路头的艰辛，人心的险恶，躺在这里简直再舒服不过了，干脆不遭之罪，跟兄弟一起走罢了。不是，可求生的本能没能让我一了百了。醒来后发现一个养蜂人家庭救了我，大哥热情地邀请我吃饭，还跟我讲了他妻子的事，曾经因为一场事故毁了容，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他妻子想不开，就辞了工作，选择了养蜂，四处流浪，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才能过得舒心。我心里一热，又有了继续向前的勇气。你说生活可真是，给了你一巴掌，再给你一块糖。我来到县城后，看见一家发廊，里边的姑娘刚好是我老乡，于是我进去想让她给老刘化化妆，我没有隐瞒，一五一十的跟她说了。不过她还是被吓了一跳。就在这时来了一位警察，幸好姑娘谎称我是她表叔，给我瞒了下来。我也看出来了，这警察对姑娘有意思。临走前，姑娘还送了一副墨镜，那位警察又回来，非要送我们一个。我心里慌得不行，就怕事情败露，赶紧岔开话题，拜托他好好照顾姑娘。还好最后有惊无险。后来又走了一段路，我实在饿得不行了，就把老刘藏在了水泥涵道里，想去献血换点吃的，可检测出来我有乙肝不通过。那给发点吃的。就这样我终于讨到了一口吃的。这时突然有个男人跑过来说可以收我的血，还能给钱。我跟着他进了一个昏暗的作坊，一时忽那女人告诉我才知道这是个倒卖血液的黑心窝点。我心想，要是被拿去害人可咋办，说啥也不能献了。就在这时，警察冲了进来，把他们一锅端了。我也被带到了一家救助中心，去到那里，眼瞅着就快到中秋节了，大家张罗着搞文艺晚会。那个拾荒女人邀请我和她一起演双簧。表演结束后，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，互诉衷肠。他儿子在西南财经大学读书，却嫌弃他，不愿意见他。
我爸有出息就行了，我无所谓。我是天涯沦落人，我心疼他的遭遇，也对他有了好感。没想到他也看上了我，我满心欢喜，跟他许下了诺言。等把老刘送回了家，就过来找他。没别之间，还强行塞给了我400块钱。我再回去找老刘时，正好遇到工人们施工，水泥管都被抬上了车，我就跟着上了车。如果我的家乡是一条大路，我就是一辆汽车，我跑啊跑，我多快乐。如果我的家乡是一棵大树，我就是一片树叶，我摇啊摇，我多快乐。这一路实在太熬人了，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。离重庆越来越近，我决定带老刘走完最后一段路，可一辆辆过路车都因为忌讳死人，不愿载我们。好不容易停下一辆小车，我看着满车的孩子，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。后来因为塌方，之前那些拒载我的车都堵在了路上，校车上的孩子看我辛苦，给我递了半瓶水。再后来我晕倒了，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医院。老刘的事也瞒不住了，警察核实情况后排除了我的嫌疑，但老刘还是被火化了。我给他选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，可钱不够，还是警察帮我垫上的。好心的警察护送着我一路跋山涉水，终于到了老刘的家乡。可这里的人都已经搬走了，他的家已是一片废墟。我特意从杵着的烂门框走进去，我想告诉老刘已经到家了。在里面我看到了他儿子给他的留言，知道了新家的地址。我眼睛一涩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虽然这一路历经磨难，老刘没能真正回到原来的家，但我知道他儿子还在等他。我也有了新的盼头。人生就像一场漫长又艰难的旅程，我们都在寻找着归属感，渴望有个温暖的家。这一路我见识了人性的善恶，但正是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了真实的人世间。落叶归根，不一定是那片土地，有家人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，才是我们心灵的归宿，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归的根。